你相信吗？一个一辈子只领最低薪资，当过加油站员工和警卫的人，去世时竟然留下了800万美元的遗产。而另一个发明了 WiFi 技术、聪明绝顶的科技高管，身价上百万，却会把几千美元的金币当石头一样扔进太平洋，只是为了好玩，最后的结局，他彻底破产，一无所有。这两个真实故事颠覆了我们对财富和成功的所有想象。它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真相：善于理财与你的聪明程度关系不大，而与你的行为方式关系更大。金融不像物理学那样是一门冰冷的硬科学，它其实更像心理学，充满了情感、偏见和选择。好消息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个普通人，这意味着你不需要成为金融天才，也能在金钱上取得成功。我们只需要模仿那个朴实的看门人，而不是那个科技高管。今天我将带你深入探讨这本让我三观震动的舒摩根·豪泽尔 Morgan Housel 的致富心态 The Psychology of Money。 我为你总结了书中的21个金钱教训，这些不仅是理财策略，更是关于人性的深刻洞察。无论你是感到迷茫的理财新手，还是想让财富更上一层楼的投资者，这支影片都将彻底改变你看待金钱的方式，帮你修复那些不知不觉中阻碍你致富的金钱行为。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进入阿冷的书房，解锁财富的秘密。欢迎来到阿冷的书房，我是你的阅读领航员阿冷。我的使命很简单，将晦涩难懂的个人理财、自我成长与效率提升等书籍拆解成你每天都能用的实战策略。我相信书中的每一份智慧都能成为你通往更好生活的捷径。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是个渴望不断学习与成长的知识爱好者，请加入我们的学习社群，点击订阅。我们每周都会分享3本高质量的书籍，让你轻松实现自我提升。第一课，修复你的金钱行为 The Man in the Mirror。 如果你真的想整理你的财务状况，就停止寻找神奇的金融策略，相反，照照镜子，真正的秘密藏在你的金钱习惯和行为里。模仿那个看门人，设定自动储蓄，避免冲动消费，并在每次大笔购买前三思而后行。第二课，没人在乎你的法拉利 Nobody cares about your Ferrari。 你看到一辆法拉利，第一个想法不是哇那家伙好酷，而是哇如果我有那辆车，别人会认为我很酷。这很残酷，但却是事实。你以为的炫耀性消费能赢得尊重，但大多数人只是在想着自己拥有这些东西的样子。你以为你很酷，但其实你隐形了。更糟的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可能会因为你的炫耀性支出而对你产生负面看法，因为他们知道那通常意味着昂贵的债务。教训是，下次想买奢侈品时，问问自己是需要还是想打动别人。如果是后者，请把那笔钱投入到你真正的自由上。第三课，大部分投资都会失败，没关系 Most of your investments will fail, and that's okay。 让你震惊的事实，华伦巴菲特一生买了500只股票，他大部分的钱只来自其中的10只，这意味着他98%的投资是平庸甚至糟糕的。大多数人以为好的投资者总是对的，但事实是，好的投资者大部分时间都错了，但他们少数的巨大成功足以弥补所有的损失。教训是，无论是创业还是投资，接受大部分尝试都会失败的现实。成功不是来自避免错误，而是来自持续尝试，直到那个少数赢家出现。第四课，时间的力量 The Power of Time。 巴菲特840亿美元的财富中，有815亿美元是在他65岁生日之后才累积的。他的秘密不是选股，而是时间。他10岁就开始投资了。这就是复利的魔力，钱生钱，利滚利。你每晚1年开始，就损失了1年永远无法挽回的成长。教训是，投资不需要多聪明，只需要早点开始，永不停止。第5课，你没有疯 You are not crazy。 你的朋友觉得你辞职创业是疯了，父母认为你不珍惜稳定薪水，伴侣觉得你周末存钱而不是出去玩很奇怪。事实是，你没有疯，他们也没有。你们每个人都基于自己的人生经验做出财务决定。你的父母经历过经济衰退，所以他们害怕风险。你的朋友看到他父亲被解雇，所以重视安全感。你看到线上企业家的自由，所以你追求梦想。教训是，停止向别人解释你的金钱决定，他们的恐惧是基于他们的经验，而不是你的未来。简单地说，那对你有效，这对我有效，然后换个话题。
第6课，贪婪财富的沉默杀手 Greed the Silent Killer of Wealth。 一位印度裔 CEO 已经拥有1亿美元，足以让他的子孙世代无忧，但他却因为想多赚1700万美元，铤而走险进行内幕交易，最终身败名裂，锒铛入狱。教训是最难的财务技能，不是赚钱，而是知道何时停止赚更多钱。在做任何财务决定前，问问自己，我是否正在用我拥有且需要的东西去冒险换取我没有且不需要的东西？如果是，请三思。第7课，运气 luck。 比尔盖茨就读的高中是世界上唯一一所拥有电脑的学校，这是100万分之一的几率。他的朋友 Kent Evans 和他一样聪明，有远见本，可以是微软的共同创始人，却在毕业前死于一场登山事故。教训是，你的成功不完全靠能力，运气两面摇摆，好运可以让你致富，坏运可以毁了你。你无法控制运气，但你可以控制当厄运来临时你能活多久。开始为厄运储蓄，因为它一定会来。第8课，赚钱与守钱 Making money with keeping money。 一位传奇交易员在1929年股市崩盘中一天赚了30亿美元，但4年后他破产并自杀了。赚钱需要风险、乐观和果断，守钱则需要相反，谦逊、恐惧和接受你赚到的一切可能转瞬即逝的现实。教训是，敢于建立财富，但一旦你取得领先，就切换到保护模式，保护你已经拥有的比追逐你还没有的更重要。第9课，金钱真正买到的唯一东西 The only thing money really buys。 金钱买不到幸福，这句话你听过很多次了，但金钱买得到比幸福更有价值的东西，对你时间的控制权，能够每天醒来说，我今天可以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这比任何豪车、豪宅、昂贵假期都更有价值，这是金钱能支付的最高红利。教训是，你花在打动别人上的每一块钱，就是一块不能在以后给你买到自由的钱。第10课，财富是你看不到的东西 Wealth is what you don't see。 开着保时捷到酒店的 Roger， 每个人都以为他很富有，结果他破产了，那辆保时捷被收回。与此同时，穿着旧衣服开着生锈卡车的看门人 Ronald Reed 去世时却有800万美元。教训是，财富是你看不见的东西，是没买的车、没买的衣服、没去的餐厅。真正的财富是静静地躺在账户里增长的钱，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支出，那是财富的反面。每个月问自己，我是在变得更富有，还是只是看起来更富有？听到这里，有没有感觉你的金钱观被刷新了？原来我们很多对财富的判断都只停留在表面。如果你觉得这些观点对你有启发，请帮我按个喜欢，这能帮助演算法把这些重要的理财观念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好，接下来的11个教训将更深入地探讨我们该如何行动才能真正的累积财富，甚至包括为什么历史救不了你这种反直觉的观点，你一定不想错过。第11课，每个人都忽略的唯一财富法则 The only wealth rule everyone ignores。 When you lose your money, you lose nothing。 致富不是关于赚更多钱，致富是关于花的钱比你赚的少。你一年赚20万美元，如果花21万，你会破产；你一年赚4万，如果花3万，你会致富。教训是，你对支出的控制远远大于收入。存钱就像得到永不止税的加薪，成为富有的人不是赚最多的人，而是存最多的人。第12课，你不需要理性，只需要合理。You don't need to be rational, just reasonable。 完美数学公式的投资不一定适合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Harry Markowitz 创造了完美的投资公式，但他自己却将前50%分配给股票和债券，只因为他不想后悔。教训是，最好的财务策略不是纸上看起来最完美的那一个，而是当市场崩溃，你感到害怕时，你能坚持下去的那一个。晚上睡得安稳，比榨取额外1%的回报更重要。第13课，为什么历史救不了你 Why history won't save you。 2008年金融危机与1930年代以来的任何事情都不同，新冠疫情导致世界关闭更是全新状况。每场金融灾难都始于有人说这以前从未发生过，所以它永远不会发生。教训是，不要试图预测不可预测的事情，为任何事情做好准备，建立安全边际。生活中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第14课，最聪明的人总是有备用计划
The smartest people always have a backup plan. 飞行员携带额外燃料，你的车里有备胎，但大多数人没有对金钱做同样的事情。他们计划一切顺利，我一定会加薪，我的生意一定会起飞，然后现实来袭。你没有得到加薪，市场崩溃，你破产了。教训是建立你的生存基金，至少储存6个月的基本开支。这是无聊的钱，但它是在激动人心的计划破灭时，让你留在游戏中的筹码。第15课，你会改变 You will change。 人们在预测自己未来会想要什么方面非常糟糕。18岁时，每周工作80小时，听起来令人兴奋。35岁时，带做孩子，这听起来像地狱。你的优先事项会改变。教训是保持灵活性，不要在没有检查点的情况下对长期目标做出太多承诺。财富是自由，不仅是摆脱贫困的自由，也是摆脱过去自我的自由。第16课，每个人都在玩不同的游戏。 Everyone is playing a different game。 你以为所有投资股票市场的人都在玩同一个游戏吗？他们没有日间交易者想在下个小时赚钱，退休人员想在未来20年赚钱，养老基金想在未来50年赚钱，但他们都在以相同的价格交易相同的股票。教训是停止听从那些在玩与你不同游戏的人的建议。在听取任何金钱建议之前，先问自己，这个人是否在玩与我相同的游戏。第17课，致富的代价 The price of getting rich。 股票长期来看，每年约10%的回报，听起来很棒，但这是陷阱。你94%的时间都在经历亏损。致富的代价是恐惧、压力、怀疑，以及看到你的钱在几个月内消失。教训是将市场波动性视为游乐园的入场费，你可以偷偷溜进去，但很可能正会被踢出去，或者你可以付钱，然后享受游乐设施。第18课，真正有效的6条规则 6 rules that really work。 你不需要成为天才，不需要完美的时机，不需要预测未来，你只需要遵循一些适用于普通人的核心原则。谦逊与善待，当事情顺利时保持谦逊，出错时善待自己。无目标储蓄，储蓄不是为了特定目标，而是为了给予你应对惊喜的选择权。安心投资，以一种能帮助你晚上睡得安稳的方式管理你的钱。拉长时间轴，时间是投资中最强大的力量。预期失败，习惯很多事情会出错。购买时间控制权，用金钱来获得对你时间的控制权。第19课，我们对自己讲述的故事 The stories we tell ourselves。 2007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经济损失了16万亿美元，但实体世界几乎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们对经济讲述的故事。你的财务现实更多的由你脑海中的故事塑造，而不是你银行账户里的数字。教训是写下你对自己讲述的关于金钱的故事，确保它是一个帮助你而不是伤害你的故事。第20课，为什么坏消息比好消息卖得好？ Why bad news sells better than good news。 打开新闻，你看到什么？战争、车祸、灾难。打开财经新闻，你听到什么？市场可能会崩溃，衰退即将到来。你没有听到的是，经济像大多数年份一样增长，股市像大多数10年一样上涨。教训是，你的大脑被设定为关注威胁，这让你的祖先活了下来。但当你不断担心可能不存在的金融老虎时，这会让你成为一个糟糕的投资者。试著停止观看财经新闻30天，你会发现世界并没有像新闻声称的那样经常走向末日。第21课，你应该如何处理你的钱 How you should deal with your money。 作者不会告诉你应该如何处理你的钱，但他会告诉你他是如何处理的。他的目标不是获得最高的回报，而是独立。他希望每天醒来都能跟他想在一起的人做他想做的事。他和妻子量入未出，他们拥有自己的房子，没有抵押贷款。他们将约 20% 的钱保留为现金，因为他们永远不希望在需要钱时被迫出售投资。教训是弄清楚你希望金钱为你做什么，然后围绕它制定计划。你的计划必须足够简单，让你能够几十年坚持下去；足够灵活，让你能够随着你的改变而调整；足够无聊，让你不会在市场每次波动时都忍不住干预。这就是致富心态带给我们的21个金钱教训。如果你能从中带走一句话，那就是真正的财富不是你拥有了多少钱，而是你对时间拥有了多少控制权。
你是想成为那个被付诸保时捷债务却要为钱牺牲自由的人，还是想成为那个穿着朴素却拥有800万美元和绝对自由的看门人？选择权在你手上。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启发，请帮我按个喜欢，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别忘了订阅阿冷的书房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周会继续分享更多改变人生的书籍。最后，我想问你，你打算如何修复你的金钱行为？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们一起交流。我是阿冷，我们下支影片见。